今天的皇馬對拜仁這場比賽太精彩了，真正代表了歐洲現在最頂級的足球水平。賽前老 K 看新聞，大量的拜仁球迷現身馬德里街頭，邊走邊唱，聲勢浩大。就這種德意志民族的特質，很多德國人呀，你感覺他真的就像一個二戰的黨衛軍。從咱們男人的角度來說，真的帥，真的團結，組成的軍隊真的是世界上戰鬥力最強的。包括二戰的美軍，其實許多高級將領，包括艾森豪威爾，其實都是德裔美國人，也就是德意志的民族。今天這場比賽打到70多分鐘，拜仁2-0領先的時候，有誰能想到？哈哈，老 K 是提前在昨天的預測說到了。但最終皇馬確實是皇馬，今天機會好多啊！多虧了拜仁40歲的老門將諾伊爾，今天他是神了。諾伊爾最近2次做客伯納烏球場，一共貢獻了15次撲救，真是一睹嘆息之強。諾伊爾要是換上二戰德國的軍服，那妥妥的就是一個裝甲軍團的坦克师师長。在门神這一塊，门神其實也有 GOAT， 大家可能以前更支持布冯，但在老 K 心裡一直都覺得諾伊爾才是最強的。就这還是前幾年滑雪搞得自己重傷，否則諾伊爾現在的狀態還要好。而另外，現在的拜仁跟過去不一樣，是因為他們頭號球星是來自大英帝國的英格蘭頭號巨星哈里凱恩。哈里凱恩已經連續3個賽季在歐冠客場1/4決賽中取得進球。拜仁從特特納姆熱刺贏取凱恩，真的是近幾年最好的一筆交易。23到24賽季，他在客場對陣阿森納的1/4決賽首回合破門。24到25賽季，他又在客場對陣國際米蘭的1/4決賽次回合進球。本賽季現在已經在伯納烏攻破了皇馬球門。所以過去10幾年感覺最強大的一支拜仁慕尼黑，今天終於在客場2-1戰勝了皇馬。而在本場比賽之後，拜仁在伯納烏的戰績變為了3勝2平10負，他們是2001年以來首次在客場擊敗皇馬，也確實不容易。特別是最後20幾分鐘，在皇馬的反擊面前，你能知道什麼是歐冠 buff， 這就是皇馬的歐冠 buff， 確實厲害。最後的20分鐘能看出來，拜仁全隊神經繃得太緊，而英格蘭主裁判奧利弗的黃牌是哐哐哐全給拜仁，而反觀皇馬的幾個假摔或者是推人卻一張黃牌都沒有。卡雷拉斯一直在對奧利賽犯規，鏟翻了也不給牌。賽前大家擔心皇馬有6個球員可能禁賽，結果下半場一張牌沒有。所以下一回合回到安聯，拜仁的主場決戰，拜仁希望能夠放下包袱，可皇家馬德里已經命懸一線了。輸了這場球，主教練阿維羅亞執教皇馬的19場，已經拿到了6場失利，輸球場次超過了阿隆索的28場5負，帶的確實比阿隆索更差。但有一說一，最後20-30分鐘看到皇馬他們還沒有被淘汰，還沒有死去，還沒有輸，只是因為諾伊爾太強，否則今天甚至有可能3-2反超。諾伊爾全場貢獻了9次撲救，毫無懸念的當選比賽全場最佳球員，實至名歸。從頭到尾，從上半場到比賽結束，諾伊爾都是最好的那一個。後防線就他一個人，感覺比4個後衛加起來都要重要。除了他之外，奧利賽太強了。奧利賽如果再能進一個，也許全場最佳就是他的。那麼這一次，拜仁也終於終結了自己在歐冠對皇馬的9場不勝，終於破了自己的心魔。而總的交手記錄，雙方是剛剛打平。不過近14年來首次戰勝皇馬，這可太不容易。另一方面，皇馬這邊姆巴佩的進球也讓他收穫了歐冠的第14個進球。在歐冠的歷史，僅僅有 C 羅、萊萬、本澤馬單賽季的進球比本賽季的姆巴佩更多。C 羅曾在13到14賽季打入17球，15到16賽季打入16球，17到18賽季打入15球。萊萬則是在19到20賽季打入15球，本澤馬在21到22賽季同樣打入15球。要知道姆巴佩本賽季還飽受膝傷的困擾，就這都已經貢獻了單賽季歐冠14球的進球記錄，真的厲害。只要姆總未來不受傷，未來幾年內估計 C 羅保持了單賽季17球歐冠進球記錄，遲早要被打破。但如果我們看整個歐冠所有的進球數據哈里凱恩和姆巴佩今天他們都在下半场先後破門，分別打入了個人歐冠歷史的第50球和第68球。雖然總進球數不如姆巴佩，那是因為哈里凱恩之前在托特納姆熱刺嘛。但是在進球效率方面，凱恩是場均 0.76 個球，領先於姆巴佩的場均 0.71 個球。所以今年哈里凱恩很有可能向金球獎發起衝擊也是他最好的一次機會。但凡拜仁慕尼黑歐冠奪冠，英格蘭隊在世界杯又能取得好成績，
那哈里凱恩就有可能金球。換一種情況，如果哈里凱恩在英格蘭世界杯奪冠，那金球獎可能也是他的。不過如果今年是法國奪冠的話，那麼奧里賽和姆巴佩誰能拿金球獎呢？咱們拭目以待。朋友們，老觀眾都知道，本節目最好看的部分甚至在後面。那麼關於明天的歐冠比賽的預測分析，老 K 也放在後面，所以請大家千萬要看完。也感謝您的訂閱，感謝您的點讚、分享、評論和熱推。咱們繼續。今天最後關鍵的時候，給姆巴佩傳球的是英格蘭球員阿諾德，他近3次代表皇馬出戰都已經送出助攻。阿諾德右路的那一腳傳球真是騷氣，真是舒服呀。反觀拜仁下半場也有機會，就是這最後一腳球沒傳好。所以阿諾德雖然狀態不佳，但這樣的阿諾德屬於有一手絕活歌呀。英格蘭隊如果不帶他去世界杯是真可惜。有意思的是，今天场上对面拜仁的路易斯·迪亚斯和皇馬的阿諾德都是利物浦出来的，在各自球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路易斯·迪亚斯但今天除了进了個单刀，其他很好的進攻機會都被他給浪費了。在過去利物浦的時候也是這個習慣，迪亞斯不喜歡進簡單球，所以阿諾德防住了路易斯·迪亞斯，完全不敢想的事情竟然發生了。今天阿諾德傳了一個半單刀，一個完全的單刀球，還有一個門前的空門傳球。今晚的阿諾德助攻能力太強，阿諾德如果不離開英超，很有可能獲得英超歷史助攻王，所以可惜有些可惜。對了，門神諾伊爾其實還有個數據，就是在歐冠賽場已經9次面對皇馬，沒有1次能保持0封。所以諾伊爾雖然是真神，可皇馬在歐冠的 buff 確實是太強了。好，今天還有個有意思的數據，好像咱們皇馬本賽季狀態不太好，但是他們在單賽季歐冠已經進了30個球，這也是自17到18賽季以來，皇馬首次在單賽季歐冠中達到了30球大關。17到18賽季當時一共打進了33球，如果皇馬今年能夠進入決賽，那破這個記錄問題不大。所以姆巴佩加維尼修斯的組合進攻是真強。今天咱們姆總就終結了歐冠對4大聯賽球隊的7場進球荒。這4大聯賽是除了法甲以外，上一次他在歐冠對陣4大聯賽球隊進球還是去年2月對曼城。那麼拜仁方面，現在頭號球星奧里赛，老 K 在節目中已經吹過多次，已經把奧里赛早就吹上天了。隨着老 K 足球新聞在 YouTube 的普及大家對奧里赛也越來越熟悉。自上賽季以來，奧里赛在歐冠中的個人數據已經來到了8球8助攻。而在同一時期能夠在歐冠至少8球8助攻的，就只有奧利賽和巴塞羅那的邊鋒拉菲尼亞。這你就知道現在奧利賽有多強了，他的突破內切確實很像過去的羅本。皇馬這邊防不住，根本防不住，太猛了。卡雷拉斯在他面前都已經成了玩具。所以比賽打到前70分鐘的時候，当時皇馬是0-2落後嘛，跟队記者就已經心態崩潰。他發了個推特寫道，奧里賽這一戰的表現同時暴露了卡雷拉斯的水平，也讓我們的維尼修斯和姆巴佩的真實水準無處遁形。確實是。不過最後的20分鐘，維尼修斯和姆巴佩也是真強。現在看來，本屆法國國家隊最強，可能還真是奧里賽。他人球合一的水平流暢自然，驚世駭俗。上賽季我在節目裡就說過，奧里賽可能比穆夏拉還強。當時許多拜仁球迷不服氣，現在看呢，老 K 是真的動球啊！奧里赛這個球員踢球他的速度感覺不是特別快，但是對位卡雷拉斯今天都是一步過。賽前我們以為右邊阿諾德可能是馬路，結果左邊的卡雷拉斯今天成了馬路，奧里賽一個變向或者加速就直接就過去了。只是因為德甲看的人少，所以奧里赛的名氣不大。但是在像老 K 這樣的真球迷眼中，奧里賽一個，還有過去大巴黎的杜埃一個，那都是極具天賦、極具潛力。對了，今天未來法國隊的主教練齊達內現身伯納烏球場現場觀戰，不出意料的話，世界杯後他就會接替德尚執教法國隊。那麼未來這一屆法國隊姆巴佩跟鄧貝萊還沒有老去，奧里賽已經冉冉升起。我估計齊達內看比賽的時候心裡一直在暗笑，等我執教國家隊必須讓奧里賽狠狠的打首發。今天拜仁凱恩的破門也是奧里赛在下半場的助攻，他本賽季已經送出了25次助攻，打破了過去里貝里保持的21世紀法國球員單赛季的助攻紀錄。里貝里還是在11到12賽季創造了這個紀錄。可本賽季無論是德甲還是歐冠，遠遠沒有結束。
你就說這低調又有實力的奧里塞強到什麼程度吧，滿滿的天賦。他的這腳助攻下半場開場僅僅20秒，也創造了歐冠淘汰賽下半場第2快的進球紀錄。另外，本賽季凱恩在41場比賽中打入了49球，這個效率真是比肩過去的梅西、C 羅。老 K 刚才也說了，今天上半场的拜仁打得尤其好。上半场他們中场大将基米希的觸球次數來到了63次，傳球次數53次，高於場上任何其他球員。基哥今年31歲，上賽季就續約的事兒跟拜仁鬧得不愉快，老 K 當時還批評了幾句。今天必須道歉，基米希踢球處理球不拖沓，除了幾個定位球處理的差了一些，表現真的沒法噴。簡潔實用，他這幾年踢球感覺是越來越成熟了，越来越明白怎麼扬長避短。而且上半场路易斯迪亞斯跟凱恩的狀態都不好，於帕梅卡諾也不好，基米希加個奧里塞兩個人是真不容易。一直到上半场第41分鐘，路易斯迪亞斯才進球，讓拜仁在半場結束時以1-0領先。而拜仁近39場在歐冠半場領先的比賽中贏下了其中38場，唯一一場沒有贏是24年4月客場打阿森納的2-2平局。今天也終於延續了這個記錄，最終是2-1取勝。有意思的是，路易斯迪亞斯雖然狀態不好，但他也追平了作為哥倫比亞球員在歐冠單賽季的進球記錄。此前是老虎法爾考曾經在16到17賽季代表摩納哥在歐冠賽場單賽季打入了5球。本賽季呢，卡拉巴赫队的卡米洛·杜蘭還有葡萄牙體育的前鋒路易斯·蘇亞雷斯也都完成了5球。現在路易斯·迪亞斯也已經歐冠進球數單賽季來到了5球。所以今天的进球讓路易斯還看到了未來獨享這個紀錄的機會，只要接下來還能再進1個就夠了。而法國球員單賽季在歐冠的進球排行榜上，咱們看看1997到98赛季歐塞尔队的吉瓦尔什有17個球獨占鳌頭，而1到22賽季咱們皇馬的本澤馬進了15個球，然後第3就是本賽季的姆巴佩已經進了14個。總之封神榜這一場比賽群星熠熠。最後雙方總的控球率方面，拜仁以 52% 領先皇馬的 48%， 2.92 的預期進球數領先皇馬的 1.82， 可絕佳機會數皇馬是4-3領先，總射門數19-19，門將的撲救數皇馬是5個，拜仁是9個。總的來說，雙方打得你來我往，勢均力衡。雖然拜仁最後是贏了，但看得出來最後30分鐘拜仁確實被皇馬克制。如果不是門神諾伊爾的多次神撲，賽果真的很難說。當時老 K 已經想到有可能會被2-3。好在這種時候，你最能信賴的就是德意志的軍人和德意志的球員。這主要是因為打到最後，皇馬前場的2個超級跑車維尼修斯跟姆巴佩真的厲害。所以賽前咱們看紙面實力拜仁的前場配置超級豪華，奧里塞加哈里凱恩再加路易斯迪亞斯，但其實只有奧里塞是踢得非常好。本場比賽算是雙方的对攻大戰，造成了2队的後防失誤不斷，也就是後衛们根本就防不住這些人。但最後也突出了2隊門將的神勇表現，皇馬的盧寧也不錯。下半場的最後時刻，阿方索戴維斯他們換上來之後射門太不果斷，在皇馬禁區內了還在打各種小配合。阿方索戴維斯前面都沒人了還不射門，非要給人堆裡的穆夏拉。穆夏拉的狀態又非常差，路易斯迪亞斯狀態也差。所以真的就是赛前名宿們說的皇馬對拜仁真像是歐洲德比。對了，皇馬這邊因為貝林厄姆傷還沒有好透，沒有恢復到最佳狀態，所以讓皮塔奇首發，結果是災難級的發揮。下半場換了貝林厄姆之後好多了。總的來說，拜仁浪費了至少3次以上的進球機會，本來也可能是一場大勝。這主要是穆夏拉復出以後的狀態始終不行，拜仁在場面上的控制能力更強，但浪費機會更多。而皇馬的機會相對少，可前場的維尼修斯、姆巴佩太強，所以完成質量卻更高。要不是諾伊爾神勇發揮，還是那句話，真有可能皇馬3-2逆轉。這就體現出來拜仁這幾年一直怕這種頂級的反擊型球隊，只要打這種頂級反擊球隊都不敢說穩贏，而皇馬偏偏就是反擊球隊當中最頂級的。姆巴佩跟維尼修斯這倆快馬，你說誰能防住？這要是放在世界杯上，哪個隊有姆巴佩加維尼修斯，是不是太豪華？所以最終拜仁的一場完胜局變成只有小勝，拜仁球迷也許有些意難平。可另一方面，皇馬球迷同樣覺得自己在狀態最差的时候也差點能夠扳平甚至逆轉。皇馬的歐冠 buff 真不是蓋的。
而門神中的歷史最佳 GOAT 諾伊爾也真不是蓋的。這樣的比賽才是球迷應該看的比賽。看了意甲遭受了嚴重的精神污染，看了這場歐冠，所有球迷的靈魂得到了淨化。尤其中立的球迷太爽了，比賽質量太高，攻防轉換速度無敵，這比之昨天的 AC 米蘭打那不勒斯，什麼意甲？目前德國球迷包括拜仁球迷最擔心的是穆夏拉。穆夏拉复出已經很久了，狀態仍然這麼差。要知道在拜仁他可是頂薪啊，射門綿軟無力，在場上拖節奏，渾身一點勁兒都沒有。馬上世界杯要來了，穆夏拉如果適應不了高強度的比賽節奏，那麼去了德國隊也沒大戲。我倒覺得孔帕尼今天應該上卡爾。像穆夏拉今天有一個突破，已經出現傳球空檔了，只要傳凱恩就是單刀，偏偏自己帶着繼續往人堆裡扎。今年的凱恩發揮那麼好，也許跟穆夏拉受傷沒有上場也有一定關係。身體如果不能恢復，就保持目前的狀態，感覺穆夏拉有可能会廢掉。腳下的技術也沒有過去那麼炫目，簡單的過人也過不去。傷癒歸來之後，穆夏拉是歐洲足壇最尷尬的一個，直接就沒有了位置，甚至比老將格納布里都差得遠，跟前場的幾個球星都踢不到一塊兒去，整個節奏脫節。穆夏拉每次一上來，拜仁的節奏就變慢。所以從拜仁球迷的角度講，如果把握機會強點，豈止今天進2個。皇馬這個隊2個中後衛偏老，只要打他們身後就容易丟球。現在最擔心的是穆夏拉本身就是一個大體格，他這個重傷不容易恢復，要想像過去那樣閃轉騰挪太費身體了。已經打了這麼多場比賽，怎麼都找不到過去的感覺。說到底，穆夏拉過去的基礎能力就是盘帶，如果這項能力不像過去那麼突出，那他所謂的視野和射門技術根本沒有辦法和一流球員競爭。所以踢球就感覺他畏畏縮縮的。本來過去踢球就毒，狀態好的時候不傳球，進了球你可以說他牛逼，可狀態不好就是像現在這樣，各種被斷球，主要是選擇上本身就不合理。所以前場球員踢球不受傷不重傷可能是最重要的。哪怕當年的穆夏拉那麼強，可現在呢？反觀皇馬這邊的居萊爾，今天居萊爾創造的那2個機會，換成其他球員就不一定能創造出來。真就應該未來重用居萊爾來踢組織，其實踢的是很好，而最近的幾場居萊爾都有進步，可惜就是沒法和貝林厄姆共存，所以居萊爾首發了71分鐘仍然被換下，但他的關鍵傳球4次已經是全場最高。而小隊長巴爾韋德和楚阿梅尼吧，老 K 覺得中規中矩，因為今天這種高端局主要就是看進攻線，雙方互捅，而皇馬在關鍵的70分鐘以後能創造出那麼多機會，貝林厄姆、楚阿梅尼、巴爾韋德還是有貢獻的。而拜仁這邊今天的中場鐵三角首發用的格納布里、基米希和帕夫洛維奇發揮也都很出色，而格雷茨卡和比素夫在90分鐘被換上，基本上也是上來比賽就結束了。对了，阿方索戴維斯69分鐘替補上來之後有一個球他的突破能力仍然是天賦滿滿，一趟就過去了。好，現在的形勢就比較複雜，對皇馬來說，他們此前5次在歐冠淘汰賽首回合主場如果輸球，那麼5次都全部被淘汰。今天是他們歷史上第6次在歐冠2回合淘汰賽的首回合主场比賽輸球。什麼意思呢？就是皇馬取得逆轉的場次基本上是先打客場，次回合回到主場再逆轉。但現在第2回合要去德國，去拜仁，那麼4個字，背水一戰，沒有人救得了他們，除了他們自己。今天比賽結束後，著名評論員隆塞羅一句話諾伊爾讓我徹底服了。不過這輪對決的懸念仍然在。伯納烏這場比賽真的太精彩，我知道皇馬輸了，但你也得看到皇馬是頂住了的，皇馬是正面跟对手狠狠地幹了一場，這就是一場讓人印象很深的比賽。全場一共40腳射門，皇馬20次，拜仁20次，皇馬9次射正，而拜仁只有8次射正。我知道從比賽內容來看，前60分鐘拜仁看上去確實更占優勢，他們的那個高位壓迫壓得太凶了，前面3個人的表現也非常好。但皇馬等於是在說行，這是我的主場，這裡是皇馬，這是屬於我的歐冠，我的賽事，所以皇馬是真的扛住了。問題只是場上還有一個40歲的人，他叫諾伊爾，諾伊爾讓我徹底服了，就是那個外界一直在說他年紀大了不行了，狀態不穩的諾伊爾。我的天哪，之前還有人說好吧，皇馬的優勢在於諾伊爾要回來了，可諾伊爾在門前讓人不放心。不放心？諾伊爾今天硬生生避免了拜仁被打成2-4。对，沒錯，我就是這個意思。他先後2次倒地撲出了姆巴佩的射門，還撲出了維尼修斯1次，
還有一次維尼修斯已經形成單刀了，諾伊爾主動出擊，把角度封死，最後逼得維尼修斯把球打偏。這4個機會裡至少有2次本來很有可能進球的。也就是說，諾伊爾今天的表現真的太誇張，處理每一下都特別快，腳下也非常利索，而且他的站位始終都很好，甚至連姆巴佩門前那一次幾乎必進的機會，他都差一點給撲出來了，真是讓我一整晚都難受。諾伊爾，真的太服氣了。但我說了這麼多關於諾伊爾的內容，其實這說明什麼？說明皇馬今天晚上一直都在比賽裡面，明白吧？拜仁確實踢得非常好，這一點沒有問題。還有這個奧里賽，順便說一句，奧里賽簡直就是一台機器。這個奧里賽真的太誇張，他要是繼續這麼踢，我都不知道水晶宮當初怎麼會把他放走，太精彩了，真的是個很棒的球員，甚至可以說他現在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右邊锋。這是什麼級別的球員呀？把我們折磨得夠嗆。但我們是皇馬，我們已經證明了一件事兒，那就是我們還在這輪對決裡，而且去到客場以後，拜仁也得小心。米利唐會首發，我覺得门迪也會首發，這樣一來，整個後防線基本就能調整到位了。前場也已經證明了，只要有姆巴佩、維尼修斯，下半場上來之後又踢得很好的貝林厄姆，再加個阿諾德和他的那只右腳，阿諾德的右腳真是一台機器。我們皇馬還活着，我們會帶着希望去慕尼黑的。我知道現在比分是1-2，肯定會有人說，好吧，皇馬這還怎麼翻盤？可要是皇馬下一場先打反擊進一個呢？這輪對決還遠遠沒有結束，懸念還在。我們是皇馬，我們還活着。說得好啊，龍塞羅，這麼多年了，能讓龍塞羅服氣的对方球員真沒幾個。所以諾伊爾今年世界杯德國隊絕對缺不了他，意猶未盡，意猶未盡呀。好，咱們還是得再看看另一場阿森納客場1-0擊敗葡萄牙體育的比賽。先說一下，英格蘭本賽季的歐戰協會積分已經到了 25.013 分。考慮到後續西班牙和葡萄牙球隊的潛在對陣，英格蘭其實已經鎖定了下賽季歐冠的 EPS 席位，就是說下賽季能夠參加歐冠聯賽階段呀。首先歐冠冠軍可以去，歐聯冠軍也能去。英格蘭是4+1，含了 EPS 席位阿森納，意大利是4個，西班牙是4個，其中有巴塞羅那，德國是4個，其中有拜仁，法國是3個，荷蘭是2個，其中有埃因霍溫，然後是葡萄牙1個，比利時1個，土耳其1個，捷克1個，還有一個 EPS 席位。好，今天阿森納客場擊敗葡萄牙體育的比賽一直到了91分鐘補時階段，馬丁內利就是那個技術不好速度奇快的馬丁內利，從左路一直兜到中路，然後助攻哈弗茨單刀破門。今天上半場阿勞霍還有個單刀爆射擊中了門梁，而馬杜埃凱的角球開出來也打到了橫梁。下半場還有蘇比門迪的遠射破門，結果被判越位無效。簡單說，本場比賽咱們所謂的防守戰術大師阿爾特塔，在他的導演下，阿森納呀這一場真是進攻就只剩定位球手段了，全場摆大巴，狗是真狗，但最後贏也是真贏。如果阿森納真能到決賽对拜仁，那真的是矛盾之争。拜仁也很久沒有遇到過像阿森納這麼能狗的球隊了。今天的阿森納阿爾特塔指揮下，完全就是在浪費時間，一直在後場倒腳。這真的可能讓阿森納的老球迷，就是那些經歷過溫格時代美麗足球的阿森納老球迷們，即使本賽季拿了冠軍，好像也開心不起來。因為過去阿森納的冠軍雖然少，但許多球迷就是為了這美麗足球的極致愛上了阿森納，槍手兵工廠。算了，管他呢，反正是贏了。而對面葡萄牙體育的阿勞霍7-8次犯規，竟然沒有一張黃牌。阿森納剛上來的小將剛剛上來就被他3次踢倒，簡直離譜。不過呢，又不是嚴重犯規，全都是正常對抗的犯規。而今天主裁判希伯特的尺度很嚴，基本摸一下就吹犯規。可最後阿勞霍竟然沒有一張黃牌，所以在主場踢的也簡單你把我過了，我就直接給你來一腳。反正這裁判的小犯規吹得嚴，但黃牌卻給得鬆。而馬丁內利許多時候踢得不好，大家真的煩他，真想阿森納把他給賣掉算了。但今天上場作用太明顯，已經進化出了外腳背和逆足傳球。上場那幾下把所有球迷都驚豔到了。馬丁內利只要踢歐冠就感覺特別神勇，真是歐冠福星。另一方面，他跟特羅薩德2個人這麼多年總是一個主力一個替補，但無論誰主力踢得都不好，無論誰替補就非常亮眼。
而主力左邊鋒主要負責先上來消耗掉對面的右後衛的血條跟體能。好的，咱們阿爾特塔想零封的比賽還真就能七七八八的都能零封，這也是一場非常典型的在客場打低消耗，打了89分鐘都在守，最後又哈弗茨絕殺，也止住了阿森納連敗的頹勢，結果讓人滿意，但進攻端沒有什麼辦法的毛病還是沒有解決。今天葡萄牙體育呀，不能說很強，他們的邊後衛停球就能停10米遠，還有傳球有時候就跟瞎蒙一腳沒什麼區別。就這樣，葡萄牙體育仍然把阿森納打得狼狽不堪。如果不是門神拉亞，100%今天可能會丟一個。但是阿森納未來的賽程啊，先要打伯恩茅斯，然後在主場打葡萄牙体育，2天後又要打曼城。最近這段時間可能也算阿森納球隊的低谷期，而且又是聯賽冠軍爭奪非常關鍵的階段。如果歐冠每一場都血拼，拼完之後3天後的聯賽又怎麼打呢？所以許多球迷覺得英超球队在歐冠不強，但真的要客觀說一句，那是因為歐冠。但真的要客觀看，因為英超每一場比賽对球队的消耗確實太大了。現在阿森納要想爭冠，周末的聯賽每一場都萬萬不能輸，也萬萬不能平。一旦丟分，那麼曼城如果起勢，1-2場也許就能追上來，那對阿森納兵工廠來說反而得不償失。對了，阿森納如果邁過葡萄牙體育這一關，就目前這個狀態晉級之後打大巴黎，很可能會被慘案呀。不過狹路相逢勇者勝，對吧？賽季初的時候，阿森納遇到拜仁，結果阿森納還不是贏下來了。現在的阿爾特塔就是有後防線托底，再有中場的賴斯負責攔截。雖然前場是越來越差，但誰又敢說能穩贏阿森納呢？目前看歐冠最強的就是拜仁，然後是大巴黎和巴薩。而咱們英超冠軍阿森納本賽季啊，就是磨得贏就贏，磨不贏就拉倒，沒有快速傳球，也沒有穿插跑動，更不可能會有直塞，反擊也不會有。整場比賽就是每個阿森納球員拿球都看一看，帶一带，再回傳換另一個來看一看，帶一帶。這支阿森納現在的戰術，寧願防守都不想進攻，基本丟了球權就是全員半場防守。進攻推進方面就看2個中後衛控球分邊，甚至有時候讓你有一種錯覺啊，上到拜仁下到英甲的球队，咱們阿森納打誰都是5-5開。但本質上的核心其實還是門將拉亞，中後衛加布里埃爾、薩里巴，再加中間的賴斯、蘇比门迪，這個中後場的核心防守能力太強了。今天左後衛用的卡拉菲奧里，右後衛用的懷特表現都很好。中场方面，賴斯、蘇比门迪和厄德高70分鐘被換下。鋒線上，特羅薩德、澤凱賴什和馬杜埃凱。厄德高長期傷病以後表現也是中規中矩吧。狹小空間範圍的擺脫能力確實很讚，但在進攻端也傳丟了太多次，為數不多的幾次射門也不太好。對方一旦上身體逼搶，厄德高就會被搶斷，就會丟球權。可是當厄德高換下去之後，中場又控不住了，被葡萄牙體育壓着打了最後的20分鐘。所以呀，其實這個位置還是很關鍵。厄德高在场上，他可以承包從後向前的傳球能力，可以完成樞紐作用。但阿森納進攻的時候，厄德高的位置更像後腰；阿森納防守的時候，厄德高的位置更像前鋒。老 K 覺得非將軍之過也，還是阿爾特塔整體戰術的問題。未來2個月，厄德高很可能成為維埃拉之後首位率領阿森納舉起英超冠軍的隊長。小隊長已經不知不覺27歲了。部分阿森納球迷對他本賽季表現不滿，認為他門前終結能力不像過去。但厄德高作為阿森納頭號進攻的核心，多年來負責在高壓下持球，給隊友創造機會。像聯賽杯決賽阿森納對陣曼城的時候，阿森納的中場就缺乏控球和梳理能力，這種時候你總會無比想念厄德高。而本賽季厄德高最大的問題還是傷病，各種碰撞磕碰，他已經缺席了各項賽事22場比賽，最近18場僅僅首發了2次。最重要的是今年夏天厄德高的合同只剩2年，這通常是阿森納俱樂部決定續約或者出售的一個節點。現在阿森納一線隊中幾乎沒有非賣品，阿森納的財務狀況也不好，本賽季已經是屬於梭哈，所以今年夏天阿森納必定會有球員離隊，厄德高也肯定會收到其他球隊的邀請，但教練組是否會放人現在還不可知。管理層也許會考量厄德高的市場價值到底能賣多少錢，但阿爾特塔未必会批准他離隊。最重要的是，厄德高在北倫敦已經生活多年，非常舒心，還組建了年輕的家庭。這是一個在阿森納爭議最大的球員，部分阿森納球迷認為他是最軟的隊長，可另外一部分阿森納球迷又認為厄德高回來之後中場梳理還是好多了。好，咱們再看另一個數據啊，今天哈弗茨替補登場打入絕殺，至此本賽季阿森納的替補球員已經直接參與38個球，是5大聯賽球隊中最多的。
這充分體現了阿森納在去年夏天組建的這套陣容，每個位置都至少有2名能打主力的一流球員。至此，本賽季阿森納已經取勝了38場，創造了球隊自01到02賽季以來的紀錄。本賽季戰績到現在52場39勝8平5負，勝率達到了 75%，26 場能夠零封對手，也就是正好一半的比賽对手是无法进阿森納球的。但是今天的上半场预期进球数仅仅 0.09， 也創造了本賽季單場第2低，僅高於上個月阿森納在對陣布萊頓的時候半場 0.01 的最低紀錄。可就靠這樣全場擺大巴的狗局，阿森納是送給了葡萄牙體育本賽季在歐冠主場的首敗。此前葡萄牙體育是主場保持23場不敗，還贏下了最近的17個主場。另外，自1972年以來，阿森納9次出戰歐冠的1/4決賽首回合，他們保持不敗，取得了4勝5平的成績。但是至少一半的功勞都應該屬於最佳門將拉亞。如果不是拉亞在後場如此精彩的表現，不可能取得今天的結果。拉亞的身高只有1.83米，在世界足坛確實門將這個位置屬於偏矮，但他也算當今最被低估的門將。過去2個賽季他的數據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本賽季更是非常出色，多次拯救阿森納。賽後阿爾特塔也表揚他說，我只知道拉亞是非凡的，是偉大的，是不可思議的，我不知道哪個形容詞才是最準確的，但有這些就足夠了。我们非常高興能擁有拉亞。拉亞在阿森納必須參與到進攻的發起過程當中，這就是現代足球運動的演變。我認為在任何位置上都是這樣的。過去幾年裡，門將的變化和演變非常迅速，我們要求門將做的事兒非常多，但現在許多位置都有非常類似的情況和需求，球員們必須適應這一點。除了拉亞擁有的品質之外，還有那份勇氣，你知道的，還有做某些事兒的意願，這就是你可以達到另一個水平的時候。好的，今天2場精彩的歐冠比賽，全場最佳都屬於門神。接下來老 K 預測一下明天巴薩對馬德里競技的歐冠1/4決賽首回合，還有大巴黎對利物浦。巴薩這場球如果沒有意外呀，我覺得後防線上赫拉德馬丁搭檔庫巴西，左邊坎塞洛，右邊孔德，中場用佩德里跟埃里克加西亞，前腰位置費爾明，左邊拉什福德，右邊亞馬爾，前鋒萊萬多夫斯基。而馬競呢，很可能排出4-4-2，格列茲曼搭檔阿爾瓦雷斯，中場從左到右可能是盧克曼、科克、略倫特和小西蒙尼，後防線上魯傑里、勒諾爾芒、漢茨科、莫里納。馬競的門將會用31歲的穆索，因為奧布拉克有傷。巴薩這邊德容有傷，拉菲尼亞有傷。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巴塞羅那11次在2回合歐戰淘汰賽碰到同來自西班牙的球隊，但只有4次晉級。之前2次碰到馬競都被馬競淘汰出局，這屬於西蒙尼在淘汰賽呀，真的太硬了，就不知道弗里克能不能不一樣。最近關於前一段時間馬德里競技對陣巴薩的西甲，當時赫拉德馬丁有個踩踏阿爾馬達的動作，最後西甲的裁判技術委員會認為這個動作應該是紅牌， VR 不應該介入。當時比賽中由於 VR 的介入，紅牌改成了黃牌，而現在西班牙足協和裁判技術委員會的結論呀，應該維持紅牌的原判。好，明天這場比賽，巴薩目前正處於弗里克執教以來的最佳時期，唯一的問題就是拉菲尼亞不在，但拉什福德的狀態也拉滿。巴薩的戰術核心是高位逼搶和進攻效率，這是一種極具侵略性的德國式的高壓逼搶。新加盟的坎塞洛就曾經在採訪中提到，雖然現在的風格很冒險，因為身後留有大片空當，但是也能通過在球權丟失瞬間巴薩球員的合圍，讓巴塞羅那幾乎可以全程掌控整個比賽的節奏。所以進攻端本賽季巴薩場均進球高達3個，射正率極高。關鍵的球員亞馬爾方面，他依然是球隊創造力的核心。左邊的拉什福德本賽季在巴薩表現很神勇，進球率達到了 0.93， 他是馬德里競技明天比賽最頭疼的爆點。而馬競方面在聯賽中已經基本爭冠無望，所以會把全部籌碼都壓在歐冠和國王杯。本賽季馬德里競技仍然是保留了他們極強的防守韌性，進攻端呢又有了阿爾瓦雷斯的靈動。阿爾瓦雷斯目前是歐戰關鍵數據的領先者，一共是8個進球4個助攻，他的穿插配合上格列茲曼，對巴薩的高位防守威脅極大。而關鍵由於門神奧布拉克的缺席，馬競的防線會面臨巨大的考驗。所以比賽明天核心的看點，第一是巴薩弗里克這個防線站位極高，這個造越位線
馬德里競技怎麼破。預計阿爾瓦雷斯會用速度反覆衝擊巴薩中後衛的身後。另外，第二個看點就是定位球和體能。馬德里競技本賽季在定位球中效率極高，而巴塞羅那呢，在弗里克調教以後體能數據傲視西班牙甲級聯賽。比賽最後20分鐘，往往巴塞羅那能夠發動致命一擊。70分鐘以後也是巴塞羅那的高峰期。所以客觀來講，巴塞羅那主場取勝的勝率略高於50%。可是很有可能巴薩難以保持零封，總的比分像2-1、1-1是比較可能出現。另外，大巴黎對利物浦這一場，巴黎队首先是本賽季歐冠进球數最厲害的，但球隊現在有隱憂，法比安·魯伊斯一直表示自己的膝蓋一直很疼痛，而他一旦感到膝蓋疼痛就不會參加訓練，可醫療影像顯示又一切正常。於是大巴黎俱樂部內部對此有人不滿，提出質疑。有人認為法比安·魯伊斯是為了世界杯在留力，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膝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而利物浦方面，伊薩克很有可能會替補出場，這是一個 X 因素。有意思的是，上賽季這兩個隊也曾經相遇過，最後是大巴黎在點球大戰中勝出。可最有意思的正是那一次交鋒，形成了斯洛特利物浦紅軍生涯的轉折點。在上賽季歐冠16強對陣大巴黎之前，斯洛特執教利物浦前43場比賽贏下了32場，勝率 74.4%， 僅僅輸過4場。可是自從被大巴黎淘汰到現在，斯洛特率領利物浦又打了58場比賽，勝率已經跌到了 50%， 只取得了29場勝利，卻輸掉了19場，勝率明顯下降，輸球場次卻大幅上升。而且不止利物浦，大巴黎贏了的球隊都會疲軟一段時間，可一旦贏了大巴黎的球隊又會很強一段時間。所以有點意思，大巴黎真是5大聯賽的一塊試金石。利物浦現在軍心不穩，老 K 也說過了，像麥卡里斯特、加克波、戈麥斯和小吉耶薩可能都會在今年夏天被出售。再有薩拉赫會離隊，羅伯遜和科納特的合同也會到期。又有不断的消息說利物浦已經將哈维·阿隆索視為了新任主教練的首要目標，說現在的光头斯洛特下賽季不太可能繼續執教。而另一方面，由於利物浦头號球星薩拉赫即將離隊，人們也在開始回顧他整個利物浦的職業生涯。自從加盟安菲爾德以來，利物浦總共參加了9場決賽，可薩拉赫僅僅取得過2個點球，所以許多人認為薩拉赫勝在穩定，可重大決賽往往沒有什麼發揮。再加上薩拉赫在埃及隊、在國家隊參加的2屆非洲國家杯決賽中也是沒有取得進球，所以總共11場決賽只有2個點球，0個運動戰進球。現在無論是對主教練斯洛特還是薩拉赫，最後，打破一切尷尬的希望都寄托於本賽季利物浦能不能進入決賽奪冠，薩拉赫能不能在今年的歐冠決賽改寫自己的尷尬。好的，這2個隊，路易斯·恩里克執教的大巴黎已經被英國媒體戲稱為是英超刺客，過去2個賽季先後斬落過阿森納、維拉隊、熱刺和切爾西，他們的戰術優勢是極致的控球和壓制。像 K77 在姆巴佩離隊後的體系中，他是大巴黎進攻的發動機，狀態也爆棚。目前整個大巴黎處在連勝的恐怖節奏中，主場氣勢正盛。不過也有一些傷停方面的隱憂，馬爾基尼奧斯雖然傷癒回歸，但狀態成疑。巴爾克拉也因為有傷將缺席首回合，還有法比安·魯伊斯的問題。而斯洛特的利物浦本賽季真的狀態很差，他們現在正面臨嚴重的右後衛荒。布拉德利因傷缺陣，弗林彭也存疑。但目前前大巴黎的球员埃基迪克在利物浦的锋線表現比較活躍，他能不能反戈一擊是明天的看點。具體來說，大巴黎明天極大概率会将火力集中來主攻利物浦的右後衛，而2個隊高位逼搶的对決也值得期待。本賽季大巴黎是歐戰射正次數最多的球隊，利物浦呢，他們的預期进球一直很高。勝率方面，大巴黎也是刚刚高過 50%， 而平局的可能性1/4，利物浦取勝的可能性1/4。老 K 覺得比賽大巴黎很可能會進2個以上，至於利物浦有沒有還手的能力，那就真不好說了。好，今天皇馬對拜仁的節目，拜仁的旧將巴貝爾對皇馬提出了激烈的批評。他說呀，維尼修斯，我能看到他擁有的足球天賦，還有他踢球的方式，可是再看到維尼修斯每次做動作都會摔倒翻滾10幾次，我實在無法認同。在我看來，皇馬近幾年的行事作風極其缺乏體育精神，早就和公平競賽毫無關係了。我總覺得皇馬自視高人一等，
認為自己比所有人都優越，這讓我極為反感，也讓我對皇馬徹底心生厭惡。他們的主席老佛爺在這件事情上也起到了關鍵作用。自己的球員沒能拿到金球獎，皇馬球隊就不該去抵制頒獎儀式。在我看來，這是對所有人的不尊重。正因如此，皇馬這家俱樂部在我心中失去了大量的尊重，我實在對他們反感至極。這一番話在非皇馬球迷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許多人認為本澤馬走之後，讓維尼修斯當頭牌的這幾年，整個皇馬從上至下確實有一股高人一等的模樣。好的，兄弟們，開心一下。前段時間巴薩對陣馬競的比賽當中，當時佩德里在找球，結果差點把攝影師的光頭當成了足球。攝影師受到了驚嚇，只好指向角球區，搞得佩德里站在原地滿臉通紅。於是這個光頭烏龍的事件馬上走紅，許多球迷立刻在社交媒體上調侃了佩德里。另外，咱們報道的那位在關鍵一戰偷走了意大利國門多納魯馬紙條的波黑小球迷，他很可能会被邀請隨隊去參加世界杯。小朋友年齡不大，膽子不小，體格不大，但智慧不小，體育精神方面不太大，但實際用處真的不小。另外，今天晚上皇馬對拜仁的歐冠之夜，皇馬球迷準備了一副極具視覺衝擊力的馬賽克拼圖，整體風格比較簡潔，只是展示俱樂部名字首字母的縮寫 RMCF， 還有皇馬在1902年使用的第一版隊徽。但這幅 Tifo 將以360度形式覆蓋整個伯納烏看台。好的，皇家貝蒂斯的中場球員德奧薩，他跟华金的大女兒達涅拉·桑切斯在談戀愛。华金是皇家貝蒂斯的功勳球員，而且是现在俱樂部的顧問，所以這一場戀愛，德奧薩最近連續4場比賽沒有獲得1分鐘的出場時間。於是外界開始有說法，說球員上不了場可能跟他與華金女兒的緋聞有關。當然，對這一點雙方是不願意承認的。當初皇家貝蒂斯簽下球員德奧薩花費了超過1300萬歐元，剛來的時候得到了不少出场機會，但存在感一點點在下降，可能還是因為皇家貝蒂斯的踢法比較慢速，和德奧薩不太適配。好的，感謝大家的訂閱和支持，感謝您的點讚、分享、評論和熱推。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咱們明天再見。